再次的強調，我希望越早落幕越好。一群完全没有任何会計背景的人，然後在那邊瞎搞，在会計法上面他出了問題，現金的邏輯上面他也出了問題，這賬根本自始至終跟基金會没關係。到台面上去，甚至送到法院去，那就变成叫馬英九被接受調查嘛。当事人的家人受到更多不必要的壓力，我们的不捨，我們的尊重，還是應該給予家屬比較多的空間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对馬英九形象的損毀，我覺得這個對國民黨來說也有一定程度的傷，尤其對藍營的受眾的這個情感的傷害。看金溥聰的說法，就是包含趙少康的說法，就偏向說還是在講這個後面的資金是不是來自於北京啊之類，做這種暗示性的問答。我覺得這個對國民黨也挺不健康的。馬英九已經私訊金溥聰，講得很直接了哦。他說啊，這個溥聰站在家人保護弟弟的立場，如果你不停止傷害英九，我們立即準備向法院申請馬英九的輔助宣告，並公開你對馬前總統的瑕疵與利用。比起司法檢查來起訴審訊他幾年，不如宣告他有病，讓他可以真正退休正常生活，這是不得已的辦法。雖然我們不願意宣告他的健康情況，這一定是在法院申請之前。為什麼聲明是5月12號就真相大白，代表這個簡訊一定是在正式公布的5月21號中間這一段，因為5月21號當時3人小組公布調查報告結果，然後金溥聰就是馬上說要開記者會，這個中間發過去的，所以我是覺得挺難過的。讓我想到當年的雷根總統，他在晚年的時候也有同樣的處境，那當時他們真的處理得非常的好。回過頭來談今天一個事情，我再次的強調，我希望越早落幕越好，因為我不希望當事人，我更不希望當事人的家人受到更多不必要的壓力。因為身為馬總統的家人，常年的政治生涯，他們其實付出很多，也犧牲很多。在馬總統退休之後，本來可以稍微輕鬆一點，自在一點，那今天又為了這個事情必須來承受不需要承受的壓力。馬總統的家庭比較特別，因為他的身份比較特殊，但是在台灣這樣的類似處境的家庭非常非常的多。其實大家都應該要設身處地的幫這些家屬還有照顧者設想，他們在身心上面承受了比較大的壓力。我們希望這個社會可以給他們更多的支持跟鼓勵，而不是把今天這個事情用一個偷窺的，或者是茶餘飯後的，或者是看熱鬧看笑話的一個心態，牽涉到了很多的鬥爭也好啦。第一個，我們的不捨還有我們的尊重，還是應該給予家屬比較多的空間。他不能不管馬英九，所以他必須要出來。但為什麼我覺得在风向上面大家比較沒有辦法有共鳴的原因，是因為其實站在馬總統的角度，最好這個事情就不要都把它搬到台面上，這個才是對馬總統最好。就如果你今天是站在馬總統的角度的話，就像馬大姐，就像周美青，他们一定是馬總統最親的人吧？他們絕對不會去管那些什麼基金會的財務啊，這從來沒管過。他這件事情對他們來說是不重要，他們最重要的是馬總統這個人。那他們是希望這件事情台面下處理。對馬總統而言，他是做過總統的人，你不能讓他冒各種風險。現在有一個風險就是，如果那個現金這個事情馬總統是真的知道嘞，如果是馬總統受益的人啊，結果你們現在其實是攻擊到是馬總統本人。如果最後調查結果是真的是這樣嘞，你等於是讓馬總統在冒這個風險。所以一般愛護馬總統的人還是希望低調處理。所以馬英男的簡訊才會叫他說別弄。這事情我分3個層次來聊。就第一個層次是從家人的角度，其實你很難看到周美青幾乎他不講話。黃光慈昨天的聲明，李德偉有出來證明是真的嘛？那李德偉現在顯然就是馬到馬家的授權。當他開始討論，必然要大家提出更多的證據。但李德偉拿出了馬大姐的簡訊，但你基本上還得證明馬大姐講的是假。對，他就層層嵌套，你知道嗎？那這樣就會一步一步，不僅是把馬總統的事情一步步的曝光開合。第二個是把你金溥聰越鎖越死。黃光慈的聲明裡面還提到一個人叫馬維中。我說如果你鬧到最後馬維中出來講說，請放我父親好好安養，完了，我跟你講，金溥聰這一輩子就是一槍社會性死亡。他一句話，這個事情所有站在金溥聰這邊不斷加碼的人，支持替金溥聰講話的，要注意裡面的動態是家人是一面倒的站過來這邊的時候，除非你要跟人家鬥家人。那現在是金溥聰比較重要，還是周美青比較重要，還是馬英男比較重要？那現在還有馬維中哦，馬維中去年有特別回來處理這件事情，因為那如果這事情，那李德偉證明說下跪磕頭送醫是真的，我覺得這個傷害很重，你知道嗎？對啊，要命！你看到很震驚嘛，就是怎麼會馬總統這樣，就是你會很震驚。是，可這個事情本來是沒有必要成為話，所以如
如果任何一個但凡在馬總統身邊的人，如果是保護馬總統，其實是不要讓這個事情那麼台面。所以你要怎麼樣讓人家相信說，你第一個你是說你是站在馬總統這邊，但另外一方面你又一直把馬總統的事情拿出來讓社會大眾討論，這兩件事情基本上是有點矛盾。是說這個東西能不能被大家有共鳴？可是為什麼沒有辦法有共鳴？因為把它掀開來，其實是對馬總統是最不利的，對馬總統不是好事的。講到蕭副主席的部分，這是一個做人基本原則的問題。一個泱泱大黨也更應該要有一個清楚的原則，就是是非黑白對錯，合不合法，合不合理。如果他是錯的，那麼不管他的位置多重要，或者是跟主席的關係有多親，我們都不應該要護短。如果有貪贓枉法的事情，如果有違法的事情，那自然應該要有公斷，不會因為他是副主席我們就護短，但我們也不會因為他是一個默默無聞的人，我們就不保護他，或者是我們就隨便的切割他。今天也是一樣的，如果他沒有犯錯，如果他沒有問題，我們也不會因為怕事，或者是說制造困擾，或者是想要息事寧人。這就是過去可能大家比較習慣的國民党處理情勢的時候的一個做法。這也是為什麼長期以來台灣彌漫的一種氛圍。我們看的是事情的是非對錯黑白，是否違法，有沒有違反黨紀。如果沒有，那麼我們沒有理由切割，也沒有理由在這個時候躲得遠遠的。但是如果有，不管他的位置有多高，不管他跟我們有多親，我們都不能夠護短。這就是今天我們在面對這個事情的時候的基本原則。我想這裡很關鍵，因為現在出現一個引燃的說法，還說大家都不要吵了，但是所有人都退後，所以呢，蕭旭岑你也該退後，這樣是給鄭麗文帶來麻煩。那我覺得這很殺人誅心啊！第一個，蕭旭岑在被指控之後，根本沒有正確的證據，就被逼出了基金會。他在那蓋了10幾20年，跟着馬英九，那是一輩子的事。因為我們都知道政治上 loyalty 是非常重要，你這樣搞他，相當於要把他摧毀了，這樣去逼退人家，所以我覺得很矛盾。又說這個有確切證據，結果當初逼退蕭旭岑又沒有確切證據。以馬總統號稱馬根正馬教授，他是法務部長，怎麼會出現所謂的先入人於罪呢？我們不是都講這個無罪推定論嗎？蕭旭岑跟王光石的事情就是變成有罪推定啊。接補充的講法，他是說有重大事證，但到現在重大事證他開了記者會，在上趙少康都沒有講出來，我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。我覺得這個對蕭副主席非常不公平，因為甭管怎麼樣，但我覺得就一個站在第三方的角度來看，沒有一個確切的事證就叫人家滾蛋，而且是這種用羞辱的方式，過完年直接叫人家滾，這個方式我是不能接受。這是什麼樣的邏輯？因為這樣台灣沒有王法，那只要指控你，你就得承受。然後呢，你辯駁說你在狡辯，你說那我不狡辯，但是你多一點調查，他說你畏縮了，這話都他們在講，我覺得這個很可怕。應該這樣子講啦哈，我再一次跟大家表達，我從不在公共的場合公開的去評論這件事情。第二，我希望這事情盡早落幕，這個事情開始發生。事實上，我也知道當事人都一直希望不要讓這個事情升高、升溫、擴大，以免當事人受傷，更不希望黨受傷。但很無奈，這個事情還是鬧得不可開交。那我跟大家報告，這中間牽涉到的2個專業，一個是醫學的，我們應該尊重醫學的專業，有沒有相關的病情？第一個，尊重醫學的專業；第二個，尊重病人的隱私，以及家屬身邊的人的隱私，他們是有隱私權的，不是我們在這邊隨便的拿出來討論評論。我認為這個有失厚道，而且我絕對不做這個事情。第二個涉及的專業是法律的專業，這中間有非常多的層面是涉及了專業的領域，留待專業去做評斷跟處理，而不要有過多的擴大的解釋評論，加油添醋，很多這種連續劇情式的發言大可不必。另外，有關於基金會的部分，也有薛湘川、尹啟明、李德維長期的以及專業的對於基金會的了解，還有對此事非常完整的調查，也做出了報告。所以我希望這件事情能夠盡早平息，盡快落幕。馬總統也是人，都會有生老病死，他曾經為這個國家付出很多，在他退休了年邁的時候，也希望大家留給他應該有的體面。這一些曾經的大頭們，還有他旁邊側翼可能一些媒體人，然後帶着一整群看似忠實鐵桿的粉絲，實則有一點對於事前沒有全面的資訊的狀況之下，衝向一個難以回頭的終點。我看的是很擔憂，很麻煩。
也有很多台商，台商有各種不同的黨派，但台商都是台灣人。第二個，台商賺的錢也都是辛苦錢，到大陸去做生意也一樣，有賺有賠。辛苦賺的錢，希望能夠捐給自己所支持的基金會。所以為什麼台商就可以上升到扣紅帽子的程度？那難道我們要跟所有的100萬台商劃清界限嗎？請問跟台商接觸違反了哪一條法律？台商難道不是我們要照顧的？他們在大陸經商相關的權益、安全各種的問題都還需要台灣照應呢。這10年來失去了台灣政的照顧，讓台商只身在大陸打拼，何其辛苦！如今還要背負這樣莫名其妙的帽子，台商就不愛台灣嗎？台商就不愛中華民國嗎？台商也是堂堂正正的中華民國國民，就好像民進黨看到陸配全面的歧視打壓，這是違反中華民國憲法。我們是一個尊重人權的地方，不能夠因為他的身份你就定他莫須有的罪名吧。人家也是堂堂正正賺的是堂堂正正的錢，為兩岸的經濟做出奉獻，關心台灣的公共事務，何罪之有啊？所以在台灣不能夠民粹到這種程度啊，所以我才會說，難道我們要跟100萬台商為敵嗎？不會吧？我覺得這是關鍵，因為這件事情基金會在記者會的開打的時候就說，當時所謂的3人調查小組跟蕭旭岑、王光慈去大陸見了國台辦的宋濤，是想把這個往這邊帶，其實對兩岸是非常不友善。其實我覺得這應該也違背馬總統的路線，也違背馬總統的意願。馬總統一直為兩岸的和平在努力，所以有了一個歷史性的馬習會，當時都是現任的國家元首。然後馬總統卸任總統之後，過了這個限制的年限之後，到中國大陸去，也有非常成功的訪問，在北京有再度的馬習會。所以馬總統的兩岸的路線，然後馬總統所期待的兩岸的和平是非常清楚、不容置疑的。因此，我覺得在這裡要拿紅帽子來去做一個無限上綱，我也覺得大可不必。金溥聰這個查賬從頭到尾搞錯邏輯，我解釋給你聽哦。據我了解，幾乎沒有什麼真正會計的人在講這個事情。第一個，他講114年度的年終獎金，事實上是在115年2月發，以現金形式發放。115年，除非你做借記借貸，否則的話，入賬是在116年的1月申報，5月結算，那個賬根本就還沒進去。所以昨天會計師講的超級無敵保守，他說我們有查記錄，但是我們確實沒看到。廢話，當然沒看到。那會計師結的賬是前一年的賬啊，現在在結什麼？我媽他們忙死了，這結前一年的，根本就結不到現在的。你拿今年的現金來說，明年要講，這個是從會計法上莫名其妙。然後呢，再來，他所有的錢一開始他說用基金會去查，所以是帶霞麗出來開記者會的，結果搞到後來台商出來證明說這個錢是給馬英九本人，這賬根本自始至終跟你基金會沒關係。所以不管在會計法上面他出了問題，或者在現金的邏輯上面他也出了問題。再來，他所謂的查賬，他只是對金流。這不叫查賬，怎麼叫查賬？查賬是很嚴謹的，因為審計隨便人都可以幹。查賬就是金流相對之後，你要知道確切的時間憑證，會計憑證是什麼，然後裡面誰經手，這每一個是不可錯漏的，而且它都有專門標準的規範的範式啊，不然嘛會計準則是寫假的。那為什麼要這麼規範？因為這樣規範，大家都這樣遵守，那就會抓出什麼叫錯漏賬，不管是錯賬還是漏賬。那如果是錯賬，都還有補充的空間，沒有那麼嚴重，不要無限上綱。因為會計漏賬很正常，每天漏很正常，這沒有什麼大不了。那這些東西只要能夠在日期截止之前被更正，不是那麼嚴重。就日期截止後更正，只要你證明非惡性去登載，你也不會有什麼偽造文書的問題，頂多就罰錢。所以我意思是說，這件事情我沒有問過會計師的意見，會計師臨時被調來的，我是誰，我在哪，他只是為了查金流。這是我看到這個概念。那如果是這樣，你就很尷尬，330萬問題怎麼解決？看他是哪一年度，是分多年次多筆。如果說這個錢第一個沒申報，然後又是單年度330萬，那一定罰錢，100%要罰錢。因為你自己公開承認有收這筆錢。如果是多年次多筆，你就看怎麼拆。但是你依然要申報，你如果未申報，一樣要罰錢。
那完了，你馬英九基金會查賬，第一個，馬英九基金會開記者會沒有馬英九，這是非常笑話。第二個，馬英九基金會查賬查了半天，查到馬英九自己。所以我昨天看到馬內賬啊，我就想說跟當初白內障一樣，一路往狂奔死亡陷阱去死，一群完全沒有任何會計背景的人，然後在那邊瞎搞，然後覺得自己可以自己解讀，會計沒有解讀的空間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除非是跟他們有實際上直接接觸的人，知道一些內幕的人，否則以媒體所揭露出來的訊息都是兩邊各有說辭。是，那你要怎麼判斷到底是誰說的比較对？其實一般人是不太容易判断，然後就會變成說，好像喜歡金溥聰的人就會比較站在金溥聰那邊，然後反對金溥聰的人就會比較站在另外一邊，就是大家比較不容易。一開始是這樣，那很多細節都被揭露出來了，比如說到底有沒有財政紀律的問題。現在大家知道的是說，可能有一筆錢是台商或者是誰捐的，按照王光慈說法是330萬，那這筆錢是說馬總統知道這筆錢是捐給馬總統個人，他是說有很多賬，有馬英九基金會的賬，然後也有馬英九個人的賬。那個錢呢，他們捐的人是說是捐給馬總統個人，那馬總統自己去運用，那個錢就沒有入基金會，然後錢就用在一些馬總統周邊的個人的公務行程啊，或者是一些因為是馬總統個人的賬，所以就不需要入基金會嘛。現在的講法是這樣，那包括那個台商本人，也就那個照片，那這裡面就有一個事情，就是照常理來講啊，如果這些人要亂搞的話，他其實這個錢就根本也沒人知道啊，根本也沒有人知道，那他何必要拿來用在公務上面？所以從這個事情來看，3人調查小組才會做結論嘛，就是說這個賬都清清楚楚的，所以很難講說他們有違反財政紀律啦。我是從這個現在已經揭露的一些資訊來講這個，當然昨天也就看到很多民進黨或什麼大家在那邊講，那如果是捐給馬總統個人，那有沒有贈與稅啊或什麼什麼的問題？還有就是那到底是不是馬總統知道這個錢？所以，因為他又牽涉到馬總統的健康，然後又牽涉到就很複雜，就到底是馬總統知道但是忘記了，還是真的不是真的他不知道，就是他下面的人有在亂搞什麼？這個就我們外面的人就真的不容易去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。可是把這個事情弄到台面上去，甚至送到法院去，那你不是變成叫馬英九被去接受調查嗎？是的。那這個到底是為什麼？其實我會希望說這個事情趕快過去的。我們面對的就是一個無所不用其極、什麼手段都敢下的執政黨，每天想要團滅在野黨，不是嗎？所以沒有這一樁也會有別樁啦。我們就是關關難過關關過，而且我們必須要成功。26年必須贏，28年必須下架。在28年之前，只會手段越來越狠啊。因為他越來越焦慮，越來越緊張。否則的話，如果今天鄭麗文所率領的國民黨中央團隊對民進黨的政權毫無威脅，沒有存在感，他不會浪費這麼大的力氣，每天找我們麻煩，或者是想要潑髒水，想要做人格謀殺。這其實就是民進黨慣用的手法，只不過現在是傾巢而出，用吃奶的力氣在對付我們。我也不過上任才半年而已啊，但是他們沒有想到兩岸和平之旅席會這麼的成功，所以他們緊張了，慌了。他們更沒有想到，接下來的川習會是一樣的基調，一樣的主旋律，一樣的說兩岸的和平穩定是全世界共同的期待。中美的兩大元首做出這樣共同的承諾跟交心，而且在回程，川普總統還講了不可以走向台獨，絕不會出兵挺台獨等等的這些談話。所以民進黨緊張了，民進黨慌了嘛。我在去大陸之前，記不記得《自由時報》編過多少劇本，全部都是笑話，不都是謊言，都是他自己亂編的啊。事實證明，跟《自由時報》所報道的完完全全風馬牛不相及呀。所以我在去之前，他就沒有放过我了，就在製造這麼多的假消息，這麼多的假新聞，就是要潑髒水、抹紅、唱衰嘛。那回來了之後更是如此啊，要加倍啊。那我現在又要去美國了哦，那也是每天你看多少假消息都在唱衰我的美國行嘛。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變這麼重要啊。那賴清德每天朝思夢想的，恨得牙癢癢的，就是好像要對付我一樣。我沒有這麼偉大啊，我不用其極的要來對付我們的中常委啊，對付我們的副主席啊，不就是這樣嗎？這是我們的日常啊。那問題是為什麼把所有的火力跟力氣通通拿來對付我呢？那就表示我做的事情是對的，那就表示我做的事情讓他們緊張了。
那就表示我做的事情讓他們心虛了。因此，我不會因為他們诋毀我，我不會因為他們給我使絆子、扯後腿、唱衰，我就想說，哎呀，那我就不要這樣，收斂一點，退縮一點，緩和一點。不會的，既然我做的事情是對的，我就應該要更加邁大步伐，堅定的走下去。因為我知道大多數的人是支持我的，是認同我的，是鼓勵我的，而且是期待我能夠勇敢繼續的往前走。